记者董斌，我现在所在的是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身后呢，就是神秘而又迷人的珠穆朗玛峰了。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2020珠峰高程测量活动正式启动，但因天气原因，先后2次冲顶未果。每走一步，雪花。如果这次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话，是将来你无法弥补的一个最大的一种遗憾。2020年4月，中国国家测量登山队第3次对珠穆朗玛峰进行高程测量活动。高程测量登山队现在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高程。半年后的12月8日，通过科学严谨的测算，得到这座世界第1高峰的最新海拔高度是8848.86米。珠峰高程测量是我国对珠峰展开的第4次大规模测绘和科考，相关数据达到了历史最高测量精度。珠穆朗玛峰傲立于地球之巅，一览众山，白雪皑皑。如果说山高水长，那么常年被积雪覆盖的珠穆朗玛不仅是世界最高峰，它还孕育着冰川，影响着气候。可以说，它也是全球最高的水塔。有了水，才有生命。一大早，陈鹏飞就和小伙伴们整理行装。基本上都准备好了，就这些东西。这个不大。被子要拿上几个。羽绒服、睡袋、棉被、帐篷，居然还有一台冰柜。看上去并不像专业的高海拔装备。然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他们将相依相伴，目标正是珠穆朗玛。我们这次珠峰科考队主要包括8名成员，一些必要的野外科考工作，主要包括水质检测，还有空气样品的采集，以及绒布冰川的形貌扫描等。他要是今天晚上走的话，可能12号傍晚就到拉萨。从2017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了一次全方位的青藏高原大型科学考察活动，其中对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考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中科院所属的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负责对珠峰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水系环境进行科学而量化的取证考察。珠穆朗玛作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虽然位于青藏高原的南部边缘，却是这世界屋脊上的宝顶，孑然而立，卓尔不群。在西藏自治区定日县，有一个叫做加乌拉山口的地方，放眼南望，就可以看到珠峰和旁边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峰。而此次科学考察活动，就是从采集珠峰上的冰雪开始的。珠峰是青藏高原最高的区域，也是全球最高的区域。
所以很早呢，包括我们的导师和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对珠峰的气候和环境变化非常感兴趣。你可以看，这是气泡已经封闭了，里边有气泡，所以这就冰川。康世昌，著名冰川学家，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从1997年开始，他先后10次到达珠峰高海拔地区开展科学考察。2004年，他首次在珠峰海拔6000米以上架设了冰川监测装置。如今已经过去17年，珠峰的水环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虽然这一次康世昌并不随队前往，但却是整个珠峰科学研究项目的重要策划者和组织者。目前呢，现在全球变暖，到底看一看世界最高海拔的区域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全球变暖的时候，咱们看珠峰气候环境到底在怎么变。与地球上的南极、北极相比，珠穆朗玛不只有洁白的冰雪，在它的南坡和山脚下的谷地中，绿树成荫，鸟兽穿梭。珠穆朗玛的垂直分布带汇集亚热带、温带和高原荒漠等多种风光于一身，是地球亿万年时间演变出的一处世间极境。而且，由于珠穆朗玛峰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我们人类生活的区域并不遥远，可以说，这里发生的气候环境变化会影响到亿万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支珠峰科考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其中不乏尚未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陈鹏飞是科考队中对珠峰地区最熟悉的，曾经参加过5次珠峰科考，因此他当仁不让成为领队，从大家的饮食起居到工作安排，处处操心。其实挺担心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带这些人一块出去，人员比较多，任务也稍微多一些。我们出野外就是总是说安全第一嘛，尤其是在这个珠峰地区，这个高原反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遇到。然后下来可能还得2天，下来1天不就行了？我们路上还要路上还要干活是吧？啊，那路上也2天，那就7、8天吧。可能是8天左右。担心什么来什么。刚到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海拔不到3700米，科考队员们就有些昏昏欲睡。这还是最轻度的高原反应。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氧气比平原地区减少1/3，缺氧可能会引发肺水肿、脑水肿等危险疾病，只能避免剧烈运动，等待人体调节慢慢适应。有时还要克服恐惧心理，关键在于坚持。从拉萨出发后，科考队一直沿着雅鲁藏布江向西行进。此时，车队停了下来。先走，咱们这边过去，小心点啊！这又是雅江，我们今天又遇上雅江。雅江就是从上面那边西边来了之后，在拉着这个地方，这边沟口就流过去了。尽管他们的研究目标是珠峰地区的水环境与气候变化，但雅鲁藏布江是西藏地区最大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江河之一，号称天河。它与喜马拉雅山脉齐头并进，山水相望，相互间的影响在所难免。因此，考察队也需要在这里收集水样和土壤样本，一一记录，并和过去在同一位置收集的样本进行比较，
寻找珠峰地区水环境的动态依据。现在属于枯水期嘛，这个雨季还没来，它这个水就很低。我们在这个丰水季再来采一遍的话，一年采上这么1、2次或者2、3次的话，就可以基本上能了解这个雅江整个西藏段丰水季啊、枯水季啊这个水质的一个变化。在珠峰地区，河水大多来自积雪与冰川的融水。随着海拔高度上升，温度越来越低，由印度洋季风带来的降雪不再融化，越积越厚，越压越实，久而久之就变质为冰，沿着山谷形成冰川。因此，研究高海拔地区气温与降水的变化，往往都要从冰川中寻找佐证。而高大的珠峰沟壑纵横，冰川密布，仅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的大型山岳冰川就有15条。在珠峰北坡离登山大本营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绒布寺。它的规模不算大，名气却不小，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在藏语中是冰谷源头的意思。寺庙脚下的这条溪流就叫绒布河，沿河向上，就会到达著名的绒布冰川。但如今，大大小小的冰川飘砾布满谷口，冰川却不见了踪影，只有绒布河的溪水潺潺而下。其实，绒布冰川还在，只不过地表可见的部分已经退缩上升到海拔5600米以上。绒布冰川是整个珠峰地区面积最大的冰川，将近86平方千米。它发源自海拔7000米以上的北奥冰壁一带，形成东绒布冰川，向下与来自珠峰西侧的西绒布冰川汇合后，沿山谷经中绒布冰川缓慢移动，全长23000米左右。因此，当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来到珠峰北坡时，出大本营不远，就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犹如水晶宫一般的冰塔林。25日中午，英雄的登山队员们迈开了向珠穆朗玛进军的第一步。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对珠穆朗玛峰进行综合性科考，包括冰川、地质、气候等学科。对绒布冰川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因为这也是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他们正是沿着绒布冰川不断向上，最终开辟出一条北坡冲顶路线。时隔61年后，陈鹏飞和年轻的科考队员们走上了与前辈一样的道路。进驻珠峰大本营营地后，科考队的青年男女们支起了一顶顶小型帐篷。你那个先别穿了。他们的防寒服和户外装备在这登山圣地显得颇为淡定，比2020年进行珠峰测高时的阵势低调了许多。但年轻人精力充沛、乐观进取的状态却十分饱满。他们经过短暂的休整，就开始进行各种监测和数据采集的准备工作。他们的目标正是最能代表珠峰冰川演变的绒布冰川。严格上来说，我们把冰川分成4部分，分成是
分别是干血带、湿血带、深青带和附加冰带。一听这个名字，你应该知道，就是冰川的组成基本上要么是血表面，要么是血，要么是冰，对吧？对。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冰和血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冰川后退的一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冰期物。冰气是冰川裹挟的砾石、泥土等堆积物，它会随着冰川的流动和消融向下游堆积。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却是考察冰川消融速度的重要地质依据。通常来说，飞机飞得越高，它的分辨率是越低的。你飞得越低，分辨率越高嘛。但是如果你飞得太低的话，虽然分辨率高了，但是你需要飞的路线特别长，太浪费电池了。我们没有这么多电池，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合适的高度。比如说这次我们飞200米，那么它的精度呢就可以达到5.4厘米。高谭光是兰州大学副教授，他操控着一架特制的无人机，可以在设定好的高度上连续拍摄图片和视频，再结合卫星定位，将影像拼接起来，呈现出绒布冰川的完整形态。这是气候学家和珠峰生态研究者们迫切需要的研究数据，用以监测绒布冰川的消退状况。因为我们现有的手段没有办法观测到这个冰期物下面的冰到底有多少。比如说从遥感手段，我们根本看不到，是吧？这趟来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就是 RTK 就是高精度的这种定位。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它的高度会下去的，因为冰融化了。那么我们这次做了之后呢，我们明年然后后年我们做连续的几期观测，我们通过这几期的数据，我们做一下对比，我们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冰期物底下的这种埋藏冰消融了之后，它会对于下游中下游贡献了多少的。但40多年后的这次科考，当记录科考活动的摄制组同样的季节再次来到这里时，绒布冰川的冰舌部分已经被一片乱石取代，冰塔林早已怯生生退缩到海拔5900米之上了。珠峰地区冰川大规模融化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关注。中国科学院专门设立了珠穆朗玛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随时监测珠峰地区的气候变化。因为今天是月底嘛，最后一天应该是我们台站最忙的一天。我们要去各个观测点去下载数据。习振华家在北京，8年前来到珠穆朗玛峰研究站担任观测主管，每年至少有7个月的时间工作生活在这里。尽管条件艰苦，他仍然成为珠峰脚下的常住居民。我们这次是
去上我们好几个观测样地去下载数据，主要是，因为是我们这个按要求规定的，有一部分，数据就是没能实现在线传输的，要是每个月要去下载一次数据的，主要去的大概有，比如说4450米的地方，4700米的地方，5200米的地方，这都有我们的观测样地。习振华的日常工作是管理维护位于海拔4300米到6500米之间的6个观测站点，定期去下载数据，及时对珠峰地区气候和环境变化进行统计对比。这台设备叫涡动观测系统，它主要测的那个内容，包括比如说，风、温、湿、压，然后就是太阳辐射。水汽的二氧化碳、甲烷、三维风速、土壤温度、降雨量，基本上这5200米的这个数据都能下载到。通过这个长期数据的积累，来分析该地区这些气象因素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在冰川所在区域，积雪与融雪的速度基本相同，形成动态平衡。冰川也就相对稳定。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冰川的面积就会发生变化。通过监测发现，仅在习振华负责的这8年里，珠峰北坡地区的气温就升高了0.3摄氏度，加快了冰川融化速度。但为冰川补充水量的降雪却基本没有变化。更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全球气候都在变暖，但珠峰地区的升温速度却是全球同时期的2倍。因此，珠峰冰川大规模萎缩消退的命运在所难免。这次对绒布冰川的考察，科考队除了用无人机监测冰川的消融速度外，还准备架设几台监控照相机。这是珠峰科考活动中首次尝试获取冰川变化的实时数据。储存在它的储存卡里边，要过来取。嘿，这个相机将要在这里连续拍摄几个月。把整个消融器的状况都拍摄进去，然后同时它还会通过4G 信号传到我的邮箱里。李胜男将照相机对准绒布冰川消融区的几个冰湖，随着天气转暖，照相机不仅能记录下冰湖面积的扩大程度和水位的上涨速度，也能监控并预测因冰川融水引发的自然灾害。同时，它也能记录一些气象，比如说下雪了、下雨了之类的这些气象事件，而且是每小时1张照片这样的更新频率。绒布冰川在珠峰大本营附近融化成一条溪流后，向下游流出几十千米，就是珠峰脚下依靠冰川融水浇灌的农牧地区。一旦冰湖内的水位上涨过高过快，就可能威胁下游村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冰湖啊，这都是临时性的。它的面积在增大的时候，它逐渐增大，它会溃决啊。它这一溃决的话，就是造成冰川洪水，我们学术上叫做冰湖溃决洪水。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短期内这个洪水爆发以后，就给河流的下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不利的方面。在人们印象中，高寒少雨的青藏高原并不适合农耕，只适合在草场上放牧。但实际上，喜马拉雅山脉北麓、中东部地区有不少种植青稞和豆类的农业区。
每年春季，农田里一片繁忙，甚至桀骜不驯的牦牛都被驯化成可以犁地的耕牛了。水是生命之源，但气候变暖、冰川消融，不仅会对人类的经济生产生活产生干扰，它对整个生态环境、对地貌和海洋的变化，以及对全人类的生存状态都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尤其在喜马拉雅山脉这地球之巅上，它的一缕微风都可能引起全球的震颤。这才是科学家们对它如此关注的根本原因。科学界普遍认为，从地球南北两极到珠峰所在的第3极，全球大范围的冰川消融源于正在发生的地球变暖现象。事实上，在地球40多亿年的生命历程中，曾经发生过多次极端的冷暖交替，也就是所谓的冰川期和间冰川期。在此期间，地球表面的最高温差能够达到近100°C，每次雪球和水球之间的转换过程都会持续几亿年。而比雪球事件小一些的温度变化就更加常见了。因此，当地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些沿海城市和海岛地区都有可能被海水彻底淹没。尽管听起来有些像科幻故事，但对古生物的研究证明，发生在4亿4千万年前奥陶纪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就是由全球变冷造成的。最终导致地球上85%的生物灭绝。相反，在冰期消退后的地球变暖过程中，有些生活在寒冷环境下的动植物同样也会遭遇灭顶之灾。像大名鼎鼎的猛犸象，就是在2万年前随着地球变暖不断向高纬度的北极地区迁徙。它们在不断缩小的栖息地抗争了16000多年后，还是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那么，谁是操控地球在冷热之间变来变去的上帝之手呢？基于目前的研究，最重要的2个因素就是阳光和大气层。万物生长靠太阳，但如果没有大气层对阳光的衰减作用，地球早就被烤化了。与此同时，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又吸收了地球散发的热量，使地球不至于失温，从而保持地球温度的基本平衡，也就是温室效应。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要么地球吸收的阳光大幅减少，要么二氧化碳增加影响散热，地球就会变冷或者变热。而当下，地球恰恰走在逐渐变暖的道路上，即便高高在上，冰天雪地的珠峰也难以幸免。这正是科考队要究其原因的所在。
在完成大本营附近的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之后，科考队员们开始向更高海拔的绒布冰川源头进发。除了陈鹏飞，他们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来珠峰，更谈不上专业的登山经验了。而绒布冰川总长23千米左右，虽然有牦牛队帮助驮运行李和仪器设备，队员们仍然要沿着这条冰川走上2天。没有全程供氧，他们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大口吸气，缓解疲劳，还要随时注意脚下隐藏着几十米深的冰裂缝。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是，每攀爬1米都在刷新他们的登峰纪录。但要到达绒布冰川的冰塔林区域，必须攀登到海拔5900米以上，中间还要翻越一座6000多米高的山梁。不过，只要坚持到达，那就是另一番晶莹剔透的世界。跟随珠峰科考的纪录片团队，在这里拍摄到了一组令人啧啧称奇的画面。冰清玉洁，仪态万千，甚至有些魔幻。科考队的攀登目标在珠峰海拔6000米之上，在那里可以收集到更古老、更直接的气候变迁数据。有意思的是，在这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地带，生命不但没有绝迹，反而有点活力四射。其实，从海拔5200多米的大本营开始，黄嘴山鸭、高原雪雉等飞禽就一路伴随着科考队。高原雪雉凭借颜值最容易受到宠爱，它们毛色雪亮，皎洁健硕。黄嘴山鸭和喜马拉雅雪鸽甚至会飞到海拔6500米高度的空气稀薄地带，使这个有着魔鬼营地之称的登山驻地显得生气勃勃。相比这些朝三暮四的飞鸟，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冰碛碎石中，时常可以看到一种不起眼的小生物，它就是喜马拉雅跳蛛。有人曾经怀疑它们是被大风吹到如此高寒的山上，但实际上它们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以更小的昆虫和风雪带来的动植物碎屑为食，是目前所知栖息在地球海拔最高处的动物之一。需要科考队员思考的是，虽然气候变暖贻害无穷，但随着气温升高，是否也扩大了这些高原生物的活动范围呢？等一会儿收拾好，咱们出发的时候打啊。珠峰科考队最后一个营地就安扎在喜马拉雅跳蛛的家园。这里海拔6350米，哪怕头痛恶心、食欲全无，也要吞咽下一口简单的方便食品，以获得维持生命的基本能量。只有扛住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科考队员们才能开展各种样本数据的采集工作。这难免让摄制组想起，1年前同样在这里，
狼吞虎咽的珠峰测量登山队。老爷，这真的是为了确保登顶成功，他们一边味同嚼蜡，一边谈笑风生。但那些专业登山队员训练有素，这是他们的日常，却不是今天这些初出茅庐的后生们的常态。但是这一步，他们必须熬过来。我就带一双鞋，15大15。我感觉还是挺顺利的，大家都身体状况也都不错，还是挺好的感觉。这一次，摄制组也是继去年拍摄测量登山队之后第3次登上海拔6500米的高度。上次拍山，这次拍水，但都离不开对科考工作者的忠实记录。众所周知，青藏高原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由印澳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后逐渐隆起形成的。珠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处在这迎头相撞的边缘上，全长2450千米。虽然喜马拉雅是世界上最年轻、最雄伟的山脉，但是如果从2大地球板块开始相撞算起，它的年龄至今已超过5000万岁。而在这5000万年里，地球温度起起伏伏，冷暖交替，反复多次。在距今250万年前后，一个新的大冰河时期开始了，这就是第4纪冰川期。珠峰绒布冰川和青藏高原上的其他冰川一样，都发育在第4纪冰川期。虽然此后绒布冰川随着温度变化有扩张有消退，但如此漫长的时间，在平均厚度120米，最后处达到300米的古老冰层之下，必然保留着相当丰富的气候变化信息。我们对冰川呢有2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个呢是定期的对冰川监测，看到底冰川变化了多少，这是个宏观上的变化。第二个呢，我们通过冰芯的研究，我们比如说在珠峰钻取冰芯，因为冰芯是一个我们叫天然的档案馆，是气候环境变化的档案馆。我们把冰芯钻回来以后呢，通过分析它的物理和化学参数，就会知道历史时期咱们珠峰地区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早在2013年，康世昌就带领科考队在绒布冰川海拔6500米处钻取了上百米长的冰芯。这些冰芯让科学家们复原出了过去2000年里珠峰地区的气候场景。这个冰芯是非常明显的，你看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雾化物，这个黑的是吧？哎，对，黑的这些雾化物，这个是由于就是风把周边或者是大气里边的些地表的土壤或者是积盐的东西吹过来了。看着一节节的上来以后，就会就相当于把你历史书你一本一本拿到了，回去以后再慢慢翻着看，就这个。而更让康世昌兴奋的是，透过这些冰芯，他还找到了此次全球变暖的原因和证据。从珠峰地区来说的话，其实最直接的证据是珠峰的冰川还是在强烈的退缩，这就是完全变暖的一个效应。第二个呢，我们在珠峰钻取冰芯里边
也能看到过去2000年历史中古大气的成分。我们就看到过去200多万年来，温室气体没有上升这么高。我们现在排放的温室气体已经达到415个 ppmv， 这在过去200多年是没见到的。所以，总之一句话，今天这种快速变暖是我们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它不是一个自然波动，而且这种变暖会带来很多风险，比如说极端的天气气候，比如说城市的洪涝灾害。所以这是我们人类导致的这种快速变暖，而这种快速变暖已经潜在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风险。熬过了海拔6350米营地极度缺氧的一晚，第2天上午，年轻的科考队员们就强忍着高原反应忙碌起来。再连上来。雪过天晴，他们希望在这难得的风和日丽中，尽快完成样本和数据的采集工作。你现在做什么呢？把这个大气孔采样的一套系统给它架起来。做什么用呢？就是把空气里的大气孔采在膜还有碳管上面。殷秀峰负责的是空气采集，通过采样分析，将会得知人类活动对珠峰地区的大气污染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是三脚架旁边那个立起来的那个三脚架。胡兆富和汪少勇爬上营地附近的高台，对冰川进行3D 扫描。给我拍一下，我先调一下角度。角度，开始调好了我。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就这边。换一下。3D 扫描记录下的信息比航拍摄影像素更高，信息量更大。通过专业软件处理，可以发现冰川更细微的变化。三维激光它拍的图片呢，主要是包含了很多信息，一个就是我们的经纬度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激光打出的点呢，基本上都能反射回来，每个点呢就是一个经纬度坐标点，或者这些点呢还包括一个高程的信息，就是说这个点具体是多高，它的精度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可以达到10毫米级别的。与此同时，陈鹏飞和郭军明正带队艰难地翻越冰塔林，他们要前往海拔6500米高处的东绒部冰川垭口，采集积雪层样品。17年前，他们的导师康世昌曾经在这里架设过用于观测冰川变化的标志杆，如今，他们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推测，那些标志杆恰恰是被融化的冰雪裹挟冲走了。由此可见，对珠峰气候变暖的观察研究越来越变得紧迫而重要。否则，如果有一天这些美丽的冰川彻底消失，我们仍然会因为一片懵懂而束手无策。但科考队员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观测与研究，人类将不仅了解珠峰的身高与成长过程，也会知道珠峰的水脉变迁与气候演变规律。这是一项具有标志性的工作。然而，通过这次考察，他们发现，珠穆朗玛峰并不是孤零零独立存在的，它不仅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也与青藏高原乃至更大范围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冷暖相知。尤其是飞来荡去的云卷云舒，地表地下的水网纵横。如果要全面解析大气环流与地质环境对珠峰地区的影响，就必须把眼界放宽，把科学研究的足迹走得更远，至少
要把珠峰放到整个青藏高原的范围内去考察对比。要知道，我们喜马拉雅山和整个青藏高原是亚洲10大河流的发源地，特别是印度河、恒河这些区域，冰川补给的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未来这个水资源逐渐的减少，就会导致我们下游的社会经济用水带来威胁。冰川是固体淡水的宝库，世界上将近75%的淡水资源都是以冰川形式存在的。除了南北2极的冰川外，作为世界第3级的青藏高原，也是冰川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它同样正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冰川面积正以每年140多平方千米的速度迅速缩减。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天然水塔，如果它的水源补给作用受到影响，那些发源于此的大江大河又将怎样呢？其中就包括与珠峰近在咫尺的雅鲁藏布江。科考队还在珠峰上继续取样与采集信息工作，摄制组主创人员却要提前下山了。他们要赶到阿里地区的雅鲁藏布江源头。另一组科学家正在那里进行与喜马拉雅山脉相关的水系考察。当摄制组回到珠峰大本营时，已经被高山紫外线严重晒伤的他们面如涂炭，犹如天外来客。哎呀，那冰川里边除了雪就是冰，雪晃眼睛全往里边晃啊。没戴墨镜？戴了吗？那雪脸上就这地方，包括有背负背着的。5个离多远？他们还在后边啊？多远？不知道，我估计1个小时以上。他现在没信号的话，你谁也别动，不用。还远着呢。对，还远着呢。比心包啊。没信号。前行。由于道路艰险，突遇大雪，摄制组最后一位成员直至深夜才安全撤回大本营。但他们没时间休养生息，必须马上赶路。慢点，慢点。怎么样？